糖尿病来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说为什么就是我，你要积极的开始跟他面对，跟他相处。所以一旦糖尿病，你的血糖跟你的脂肪两个都要降。那不想吃药，我听到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于笼统认为那个吃药伤肾，这个完全是错的。糖尿病用了60年的二甲双胍，被我形容成为就是该穿的那一件小裤裤。新型的用药因为有器官保护效果，你可以说哇，这个衣服漂亮哦。我虽然一件内裤而已，我外面要一个漂亮的衣服，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做食物调整，你的用药的堆叠，这个过程是没完没了。我常常处理那种控制不了的病人，但我会说，如果你今天搭配饮食调整法，我们会进入你的药慢慢减下来。我鼓励一天其实要吃3餐，一定是1份糖、3份蔬菜、3份蛋白质。用餐后30分钟起离开你的座椅，底线就是能走要走，环境啊、时间都许可的话，运动是快乐的事情。运动是快乐的事情。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。很多人以为糖尿病啊，反正就吃药就好了啊。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哦。每一年我们国人同胞因为糖尿病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有1万人，所以这个真的很严重，而且它可能会伤害你的心脏、肾脏、眼睛，甚至是要你的命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特别邀请专注在糖尿病照护的尤能俊医师，告诉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逆转，或者是消除你的糖尿病。欢迎尤医师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医师，首先要问一下哦，你常常讲说糖尿病其实不是血糖病，它对应到很多器官，也会侵害到很多的器官。能不能告诉我们，糖尿病它到底真正影响哪一些器官？如果你把菜做成泡菜入味了，可以把它还原成为它还没泡之前吗？不能啊，不能。对。那如果身体浸在糖里面呢？就变泡菜了。不是变泡菜，是这个糖它真的会粘在我们血管道的地方啊。对，糖会粘在神经。那你知道血管是到处去的，神经到处都有。所以对应的就是你会有神经的病变。我其实不太喜欢去强调那个糖尿病有严重后果。反正器官上，如果从头到脚，血管的话，在脑部会有中风，眼睛会有视网膜病变，眼睛会失明的状况不多，但最多的还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。是，然后往下走，那个心脏血管真的糖尿病容易有心肌梗塞、有心衰竭。那我们那个肠道也会因为神经麻痹之后，有时候会乱哦，胃麻痹啦，糖尿病的拉肚子啊。男生的话，神经病变加血管不好，直接就是性功能障碍。女孩子也有一些排尿排不干净，因为膀胱还是神经在支配那个收缩嘛。对。那脚我们会有一些病变，就是脚要锯掉。那个截肢不是车祸最多是糖尿病截肢。所以我们台湾截肢最多是糖尿病。是糖尿病假设说我会洗肾，糖尿病占了1半呢，几乎从头到脚，糖尿病真的在影响我们的身体器官。但听起来是害怕担心的事情。但如果你今天是糖尿病，你有一个对应该做的调整，其实这些完全不会发生，它是完全不会发生。要及早去察觉有糖尿病。所以从前期如果开始做检查的人，前期开始做调整的人，我有蛮高的比例的这个追踪的人，我们追踪8年了，有认真做133调整的人，没有一个变糖尿病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愿意找的话，你在糖尿病前期，虽然知道说这个血糖开始高，你愿意，你真的不会变糖尿病。但是万一你没有这样固定检查，你也不是及早从糖尿病前期就开始对应，糖尿病来的时候一来，你也不要说为什么就是我，你要说那我怎么样积极的开始跟他面对，跟他相处。可是有些人就想说，反正我就得糖尿病了啊，我假药了后啊，是这个观念是对的吗？这个有2种心态，一个就是不想吃药。那不想吃药，我听到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于笼统认为那个吃药伤肾。这个完全是错的，完全是错误。你要上市登记做药，一定要做对照组的，就是医学观察研究。就意外发现，现在新型的用药不管我们把那个糖从尿尿出去的排糖药，那或者是延伸到大家现在所听到的叫肠泌素。肠泌素最红叫瘦瘦针对，那是最红的，其实是肠泌素的其中一种制剂。这个完全被证明对心脏、肾脏的保护作用。为了有糖尿病这件事情，有人会想说，那我就是饮食不调整嘛，那我开始来调饮食。但是又没有那种自己去测血糖，去看真正的那个血糖的弱点。所以有一些我来看病的人，就是药房买药啊，
啊，吃什么保健食品啊，那个其实都没有那么好的对应效果。但是大家宁可选那个方法，不进入那个治疗。现在所有的药让医生选用的话，那个药要有那个叫做外溢的加成效果。什么叫外溢？比方说降血糖，那我要问你，降血糖这个还能不能保护心脏？有，一个加分，保护肾脏2个加分，少掉癌症3个加分，这么好，然后还可以防失智4个加分。糖尿病的打底的那个用了60年的2甲双胍，它还是那个不孕症的用药啊。那个加分不得了。有7、8个已经被科学医学验证的保健效果。那当然要吃药。健保出钱，边开几呀？对啊，你不用额外花钱。对。所以医师的意思是说，大家不用担心要吃药。现在的治疗，它真的已经科学验证，已经到这里。所以都是要眼见为真的，因为你要用那个真正扎实的数据为真。这个有人觉得吃药保平安，对，吃药就好了。可是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怎么样都不想吃药的，怎么样都不想要吃他药，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对，这2个想法都不对，对不对？他都不对，都不对。那正确的用药的方式应该是什么？糖尿病的那个2甲双胍被我形容成为，如果衣服的穿搭就是该穿的那一件小裤裤，就是打底。新型的用药因为有器官保护效果，你可以说这个衣服漂亮哦。我虽然一件内裤而已，我外面要一个漂亮的衣服，我要穿在外面，那个就是另外的选择而已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做食物调整，你的用药的堆叠是被迫堆叠，这个过程是没完没了。我每天在门诊都在处理那个，哎呀，怎么又退步了啊？怎么又退步了啊？我们又要加药，我们要加药。听到那个加药的时候，通常心里面是，不会很愉快啦。为了那个心里的不愉快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说，我们特别挑一个那个健保申请啊，保护肾脏的药给你啊。终于听到保护肾脏说好了，那我再加一颗药。那月底的状况就你的，也许是青龙是大热天哦，你并不想穿那么多件。我常常处理这样的各个地方来的那种控制不了的病人，我都鼓励他们说，你以前这个药很多，他们都知道药很多，因为吃很多，还是要打针。但我会说，如果你今天搭配饮食调整法，我们会进入你的药慢慢减下来。那如果我今天说，假设今天进步很多，调整很好，给你一张奖状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，那张奖状能干嘛？但是你可以减一点点药，这听起来其实是对自己的肯定。对，所以饮食调整啊，加上运动还有吃药就是医生的这个指示服药，这是双管药旗下的。因为你跟慢性病过一辈子，那如果你的药每一段时间再加一下，那个挫折感，其实我可以体认那个挫折感。是，有时候会觉得说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我还是这样，一直纠结。其实那个心里的那个挫折是很大的，所以我们一直抓住那个任何有进步的时候，我们会鼓励说有进步哦，虽然还不满意，但你有抓到那个进步的方法了，你只要再坚持，再扩大饮食调整，你的进步会更多。所以医师一直不断的提到饮食跟生活形态的全方位的调整哦。那有一个新333法则的饮食加上运动双管齐下。什么叫新333法则的饮食？都是为了好记好看，那个3可以无限的延伸。例如说我鼓励一天其实要吃3餐，大家现在花招太多了，什么只吃2餐，蛋白质不吃3餐是不够的。我们一定是1份糖，3份蔬菜啊，3份蛋白质。那个3你可以化为运动，用餐后的30分钟起离开你的座椅，底线就是能走要走。你很勤快的话，一天可以走3次。有些人超慢跑，一天跑3次，超慢跑，他照3餐在跑，所以他体重减很快。但如果你跑不了3餐，是在底线1个礼拜总要运动3次吧？对。那应用我们几个就是数字3啊、这样可以做一个良好给自己的提醒的对，容易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。其实这个万变不离其宗，它都是走向同一条道路。像133餐盘以及333法则，其实都一样包括1天3餐，刚才医师已经讲了哈。
那一份糖哦，其他333都是蛋白质或者是菜、蔬菜3份，蔬菜蛋白质3份。对，这个是最佳的一个搭配方法。第3个3叫做动一动，不要做太久，30分钟就叫久坐了哦，大家要记住哦，30分钟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，如果在可能的范围内。另外就是累积运动。一天要大于30分钟，那个是非常底线的，那是非常底线的哦。如果你追求的是要把脂肪减下来，那你的30分钟几乎是以天来算，每天都要底线要30分钟。除非你是做高强度运动，要不然30分钟通常那个心肺的训练是不够的。但是运动是需要学习，运动需要时间，需要环境。我认为它如果以饮食的重要跟运动。我还是把饮食摆在更前面一点点。运动就是如果能够学环境啊、时间都许可的话，运动是快乐的事情。运动是快乐的事情，养成好的运动的生活来预防糖尿病，至少每一周你要做有氧的运动，1个礼拜5天，跑步啊、壶铃啊、高强度的间歇运动都算。第二个是伸展跟平衡哦，一周建议3到5次，包括拉伸啊、深蹲啊、核心训练啊。那每一天呢，就是你能走就走，快走、慢跑或者超慢跑也可以。所以我把它形容叫一个金字塔，就是你打底的，你就是一定要做。如果你真的要养成运动的习惯，让你的代谢透过运动一直增量。那运动为什么要增量？先解释一件事情。假设我运动要吹下身体的脂肪，我们那个叫能量消耗、热量消耗。你越习惯性的那个活动，你的那个消耗热量越少。例如你去跑步，你的手表告诉你，这个是200大卡，但2周后它就不是200大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习惯那个因为身体适应。当你跑起来叫做轻松一点的时候，它就不是了。所以运动要学习增量，所以增量的话，你又要动作正确啊，你要有肌力啊，你要有好的平衡柔软。我们在伊朗，我们有成立一个爱仪协会，爱仪协会的跑步团在伊朗当地蛮有名。那跑步团它基本上不会来，大家就跑步，不是。所以跑步团那一开始他们还是要该深蹲要深蹲啊，该趴在那个棒式要做棒式啊。他们是拿那些肌力训练当热身，基础热身，是，然后再开始跑步。所以那个肌力训练真的是运动的基础。打底的肌力训练，我在《糖胖》那本书里面，我跟我的共同作者有提出4个示范动作。深蹲你一开始不能蹲，你就靠墙蹲。简单的棒式，棒式只是撑嘛，那个跪地的那个伏地挺身啊，如果你能够不跪地就不跪地嘛。所以你要从那个基础的运动里面，你去建立我的肌力训练。那如果我今天肌肉是太少，蛋白质是一定要吃稍微增量的到够的蛋白质。但如果你有肌力训练，就能够刺激肌肉长更多上来。那肌力训练，因为大家听到那个肌力常常被听成叫重训。那个画面就来了，我要好像那个举重选手，我要去那个哑铃往上举，没有，真的不是这样。例如你拉弹力带，这个是很基础的那个肌力训练。所以我有很多运动示范影片是用弹力带当示范。有肌力训练的基础之后，你跑可以跑更好。我用很多的肌力训练转化成为高强度有氧间歇。例如壶铃是一个要拿的重量，那个要有肌力，但甩壶铃就变成高强度有氧。如果你甩个30下停一下，甩30下停一下，做10组，你这个心跳跳得非常非常的快。如果我今天是已经可以有一点基础，我可以做蹲，那我就试着做蹲跳，蹲跳比跳绳效果还好。蹲跳，原地就可以，你只要个瑜伽垫就可以做。或者是说我可以趴下去，要到那个海军陆战队那种训练法，就是那个波比跳。但如果你愿意，你就最后都会可以做到那个程度。那我体重掉得快，让饮食有帮助。那我一开始同步是在做运动学习，我很快就学到可以应用肌力去转成高强度间歇。那跑步不是我的选项，我有小儿麻痹，所以我很羡慕人家可以跑步。所以跑步不是我的运动，但我用很多高强度间歇去增强我的燃脂，达到那个减重的效果。所以这个是由于是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运动心法哦。其实那个运动我没有研究什么新的样态的运动，这是心法。是，例如我有时候解释说，我假设要搭火车，我绝对不会去追火车嘛。那我提早到啊。
每一个月台都很好走路啊，对，来回走，来回走，来回走，上下楼梯啊，楼梯特别宽啊。就用这些小零碎的一些时间，你用碎片时间，你就已经完成你的少做啊多走。这个就是最大的口诀：能够站不要坐，能够走你就不要站着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有一些人问了说，我有糖尿病，可是我把这个血糖的数字已经控制住了，体重没有下降。这样算健康吗？这样的追求是不够的，不够的，对，不够。因为既然你有糖尿病，那你一定有做因应的食物调整，你有做运动啊，过重体重应该是否要渐进的少下来。因为通常有糖尿病对应脂肪太多的话，几乎都有脂肪肝。台湾现在 B C 肝政府有计划要清除 B C 肝，如果要治疗的话，费用大部分都政府在出的，健保在出，但肝癌还是很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脂肪肝。因为脂肪肝。所以我们讲的器官的变化，如果对应现在的假设，例如用那个瘦针瘦针当然不是鼓吹大家这样做，只是说你能够瘦下来，它保护的是一个是血糖，它也保护肾脏，保护心脏，另外会消除脂肪肝。这样说一定要用药吗？不一定啊，你只要饮食运动，你体重有明显的下降，你脂肪肝一定会消除。所以我自己的看病的中间也有一些遗憾，其实糖尿病照顾很好，但他最后因为肝癌走掉，所以真的不是我今天血糖数字还不错，对体重我觉得就让它重一点，体重重一点的话，日后随着年龄增长之后，慢慢那个想要在做的调整，有时候为时会太你做不了了，是例如那个75岁那一年你想减重。可能你能减的真的很有限，你这随着年龄增加，你的这个膝盖是要站要走的，对，过重的体重压在那个膝盖上，都坏掉，膝盖都是提早坏掉，对，那你的整个活动力都变差，对，所以一旦糖尿病讲的就是要血糖跟你的脂肪叫糖脂，你的血糖跟你的脂肪两个都要降。我们谈的那个133饮食，我们团队是证明两个都会降你如果要做133低糖的话，血糖会降，体脂肪会降，但是这个中间的核心是要启动低糖饮食，要按照133的那个配量，尽量去做到低糖饮食。搭配运动，我就可以追求到你想要的那个人生。不过刚刚医师自己也特别讲到说，自己是在50几岁的时候才觉得说，没赛，巴豆熊多啊，所以我走路会喘。我也不是20-30岁学运动啊，我56才开始真的进入运动。我有很多过运动设备，但以前学的不是那个肌力训练，那运动设备最后都在家里摆着荒废，没有养成习惯。那我去教练课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问我说：“你教练课，你要教练课多久？”我节目会公开讲，因为我就讲过，不是只有一次。我说大概半年去上教练课。我这是给教练压力的。什么叫给教练压力？就是说半年你要让个学生有第一段的结业呀。有些教练都喜欢你一直在扛杠铃，一直举重，一直举重，一直鼓励一直举重，但都没有教你回家可以做什么。我的教练很好。他主动叫我说：“你回去你做什么？”所以，如果我们今天进去运动课程有教练，请教练下课的时候教一个回家自己可以做的动作，持续可以做的。对，家里你要回去要真的去做这一些，慢慢你就会学到那个运动的那种各方面肌肉发力的技巧。那也是因为我教练教我半年，那后面我很认真的做。我现在是我同事的教练我们1周有3次的那个肌力训练课程，我们诊所的同事的肌力课程现在是我在督导的。所以医师现在同时也是健身教练，我变成一个乐趣，因为医师在诊所的旁边有开了一个健身房，曾经对外过在疫情之后就关了。现在我们也很难让病友来做运动学，因为运动学的管道很多，对，但是我会提一些重点，假设来看病，如果你有运动，我会点出那个运动你还可以在调整的地方。OK，所以刚才医师有讲过，这个教练也不可能赚他太多钱，顶多半年。我们现在有体育部嘛，对，部那么大，要敦促那个半年，让那个学生成人的学生半年要有第一段的结业。OK，
这个是品质啊，就是达到一个程度了。半年你要学到一定的回家可以做的事情，对，而不是说我一直把你绑在那个健身房，付钱这个会造成一个大家学习的门槛。对，那个学习的门槛其实在阻碍那个运动回来生活中，我在家里可以做。因为医师不断提醒我们，运动是要持续，要一直延续下去。其实糖尿病在我们台湾真的很多人闻之色变。可是医师有说过，没有控制不了的糖尿病。最后可不可以请医师告诉我们要注意的关键数字，让大家平日可以自我监测？有用监测的角度是这样，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，你第一个，如果你能够自己测血糖，让自己起床的空腹血糖下到130以下，起床越快降到130以下越好。通常我治疗的状况下，我会尽量让1个月内达到这个130，不管起点多高。以测血糖，就是现在有连续血糖的测量，很方便，装上去要自动5分钟帮你量一次。你的那个设定值是这样设定的，我们有180、160、140的对应设定。180指的是一天打4次胰岛素的人，如果一天你只打1次胰岛素，你的设定值应该在160。如果你是纯粹吃口服药的，空腹血糖已经降下来，你的设定数值可以的话去追求140。如果我今天不是设备帮我抓高点，我扎指头测1个小时的血糖，一样对应140、160、180，这个很方便大家去对一下食物。今天我们在教那个低糖减糖，如果你看到的那个血糖高了，你就把食物里面的糖找出来，降下来，你的进步会一直看得到，会扩大。最后糖化血色素，大家听到的是7以下，对，我要更正大家，那个7是加药的。要追求6.5以下，因为糖尿病被诊断糖尿病是6.5，对，所以一定要追到6.5以下。那有些人会说，那再往下，那多久后我可以什么叫做缓解啊？什么？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更深刻的话题。但如果你今天到了一个段落，你想要讨论说药可不可以停，要慎重的跟医疗团队讨论。这个不适合用痊愈。或是用逆转来称呼，目前只用缓解。缓解也许有一小段时间你药量是很低，或者是你选择不用药，但你只要稍微不注意你的那个调整，不维持你的那个定期的检查，大部分情况下很快有机会它又会跑回去。所以还是要注意哦。还是要注意。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缓解或逆转的产品吸引了。现在蛮多那个市售的一些都宣称我逆转，我缓解，大家不要被那个字眼吸引了，因为你想要脱离糖尿病的状态，所以你会被那个字眼吸引的。这个大家还是要谨慎。是只能缓解啦，然后要特别注意。我们监控糖尿病3个指标，刚刚医师告诉我们，包括你的腰围，女生80公分以下，男生90公分以下。那个是过胖的时候，过胖的时候，其实一定要再更低一点点。如果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对应的，就是80跟70。那如果你超过80，女生，男生超过90，那个就是很大的警讯了。对，那个很大的警讯。对，那这个腰围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糖化血色素。刚刚医师已经特别跟我们说，要到6.5以下。对，尽量要到6.5以下。还有3餐饭后的血糖，如果是以1个小时有一个140、160、180，对应你的不同治疗。是，不过我们还是不断的要强调，调整你的生活形态，调整你的饮食以及运动，这个才是不二的法门。今天非常谢谢尤能俊医师来分享他的健康生活态度，非常谢谢大家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